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昨天我们讲了一下加密货币未来的可拓展性啊，我引用了一些比较全面的数据啊，当然了，也是比较均衡的算法，算了个大概，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加密货币的未来是不太会出现你们意想中的大爆发了。很多人说比特币之前跌下来了，能涨上去，又涨了几倍，对。这个问题我在今天节目的中半部分我还会讲，但是你们要想一下比特币之前跌下去了能涨上来，你们想一下，比特币在几百几千的时候拉盘还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只要有大资金进来就能拉盘。但是目前比特币的市占比，比特币的市场前景已经饱和了基本上10个人里面7、8个、8、9个人都知道比特币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还被比特币套住了，套住的人太多了。现在的比特币可以说是深井水，你就算是一大笔钱砸进去，可能连个回音都没有的之前呢，你一大笔钱砸到比特币里面，会造成拉盘效应，现在呢很难。那这种情况其实在挖矿行业也同样存在。之前呢，很多人觉得买上几个矿机能赚到钱，能挖到钱。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慢慢的发现了，你矿机买的越多，你就亏的越多。今天呢，我们就仔细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挖矿到底能不能赚钱。我等会儿会举一些例子，你们可以跟着思考一下。花上个几万块钱买矿机，这个钱用来挖矿到底值不值？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仔细的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会主要讲一讲2023年我们的投资思路是否该有些变化，网络投资这条路该如何的进行下去。当然了，我还会在节目当中引入一些派币的案例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行情分析、政治风险预警，挺可惜的。好，先来说一下挖矿到底能不能赚钱很多人入场矿机是在牛市的时候那在熊市的情况下再买矿机，那就可能是有一些投机侥幸心理想着我在熊市的底部买到矿机了以后，现在挖到矿了以后，这个牛市一回来，我挖出来的币就能值钱了。好，我们今天就先来分一下熊市和牛市，你买矿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在熊市买矿机还是在牛市买矿机更划算我们先来算一下上一轮牛市，比特币在6万多的时候，以太坊在个3、4千的样子吧。那时候矿机的价格也基本上是被炒作到天上了，基本上是3、4万人民币一台，号称是挖10个月左右就回本，那差不多就是120%左右的年化，想想都爽，收益高呀，投1万1年变2万，多好的。好，这种收益这个账你是按照当时的币价，而且是不会跌的前提，且矿机不会损耗，不会坏，电费不会涨价，国家的政策不会限制挖矿，项目方不改变挖矿的规则，比如说以太坊转 POS 直接就不让你挖了。还有呢，就是矿机的厂家不出新矿机来压缩你现有矿机的矿池和溢价的前提下，哇，这么一算，搞挖矿的限制因素真的是有点多呀，而且这些限制因素当中的任何一条出现了问题，其结果就是你亏钱，而且这些因素都是你不可控的。也就是说，从你决定买矿机的那一刻，从你把钱给到矿商的那一刻，你的身家性命就不掌握在你的手上了，明白了没？好，我们再来算一下，同样的钱，你在牛市之前你提前布局矿机和提前布局加密货币，哪一个更划算比特币从2020年的3月12号的底部，当时是$3700左右涨到了2021年的11月8号的高峰期是$63000，涨幅差不多有19倍左右，用时不到1年时间，对吧？那以太坊在这个时间段的增幅可能会更大一些能有20多倍左右。也就是说，你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你抄底比特币或者以太坊啊，你很容易就能赚到翻倍以上的利润，说不定呢还能翻好几倍。好，这是从熊市到牛市赚了一波大倍率的涨幅的钱。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熊市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炒作说啊，你看之前熊市涨到牛市，一下子涨了10几20倍，现在呢跌到底部了，你们赶紧买矿机抄底矿机呀，先挖着便宜的币，哪怕亏点电费，但是呢一回到牛市了以后，币价涨了，你再把币一卖，你不就赚大发了？好，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啊，这两个逻辑，无论你是在牛转熊的时候买，还是熊转牛的时候买啊，中间有一个逻辑问题啊，那就是你既然认定了币价会涨，那你为何不用同样的钱去买币呢？买了币以后翻倍出本，或者是一次性套利赚个好几倍，你的利润更高呀，风险更小呀。如果说你不认可币价会涨，买币有风险，买币会下跌，会导致你亏损，那你买矿机一样会下跌、亏损、贬值呀。而且矿机铁定是要贬值的，因为矿商们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新的矿机，只要每出来一种新矿机，你的矿机老矿机就会原地爆炸、降价折损，是不是？而且收益也会下降，币价也会跌，是不是？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啊。那你的收益下降了，矿机被淘汰了，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血本无归，对不对？矿机这个玩意儿啊，我不知道你们在买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的算过账啊？那就是矿机，你无论在牛市买还是熊市买都不太划算。如果说你在牛市买，那万一接下来的币跌了，那你的矿机也跟着跌嘛，是不是？如果说你在熊市买啊，那熊市涨回去了，你矿机挖出来的矿是，这些矿能卖更多的钱，但是你的矿机贬值了呀，后面还有新的矿机出来，是不是？而且你用买矿机的钱，你为啥不如直接去买币呢？对吧？买币风险更可控，而且风险更小，利润期待更高，对不对？为什么面具人我说你无论是在熊市还是牛市，你买矿机都不划算？你们仔细想一下嘛，如果熊转牛了，刚才我说过了啊，熊市转到牛市了，你有那个钱买币更好。那反过来呢？假如突然牛转熊了，你买矿机挖矿的损失是远高于买币的。至少你买币你可以做套保，可以果断止损，但是矿机不行啊。你买了这个矿机以后啊，你的矿机一旦是面临了熊市，矿机肯定会哗的跌价。跌价了以后呢，你还不一定立刻能把你的矿机出手，你还得找人去帮你卖，卖了以后还得商量价钱，商量的不好，人家还不买，是不是啊？而且你说你这个矿机几十万几万买一台，然后放到那儿，你让不让他挖了？你要不要让他继续产生价值了？好，继续产生价值，你要交电费。可是呢，你现在挖出来的币都包不住电费，你的机器就会一直亏钱。你无论开机还是关机，你都要亏钱。而且矿机是不能停的，一停上一段时间以后，就很容易坏掉。最后呢，这矿机还成累赘了。矿机坏掉你要不要修？修了你要不要花钱？好，你说你要卖你的矿机，那别人为啥不买那新出的性能更好的矿机呢？非得买你的这个垃圾淘汰玩意儿呢？对吧？你都知道现在这东西是累赘了，你想倒手，行啊，看你能给多低的价钱啊，也就是比垃圾还能再值钱一点吧。现在很多矿机啊，都差不多快接近卖废铁的价了。大家来看这张图啊，今年呀，矿机的价位下跌了85%，那这种跌幅基本上是奔着归零去的。而且矿机这个玩意儿，它是损耗品。这个矿机啊，它一旦跌下去了以后，它就不可能涨回来了。而且人家矿机的厂商还要推出各种各样的新矿机，你买的老矿机肯定是亏，铁定是亏，明白了没？各位，我毫不夸张的可以给你们说啊，你10月份买的矿机，现在的价格至少都是腰斩的，甚至只剩30%、20%的价值了。目前呢，还有很多矿工在垂死挣扎。矿机公司呢，还要绞尽脑汁的出新产品、新包装，压榨市场，兜售矿机。而且那些卖矿机的托儿们啊，
也是在想尽办法编织谎言，欺骗自己的韭菜。说啊，你现在赶紧买矿机呀，划算呀，抄底矿机呀，挖矿呀。等你挖出来这个矿了以后，牛市一回来，你一抛售，你就发大财了，对不对？啊，其实目前市面上啊，这些矿机呀、机器呀是供远过于求的，还有很多贷款挖矿的小老板啊，个人私企，你知道吧？我告诉你，挖矿这个雷啊，迟早会爆掉。那些矿机啊，该报废的报废，该卖废铁的卖废铁啊。至于人家挖矿公司、矿机公司再推出新的矿机，什么新的蚂蚁呀、菠萝呀、风暴矿机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啊，那人家就是靠这赚钱的，人家是造矿机赚钱，人家不是自己挖赚钱的。你闹明白了没啊？我刚才说了，但凡你会算账，都能知道买矿机有这钱，你还不如去买上10台矿机30万，你还不如去开个小餐厅呢，还不如把这钱存银行呢。所以呢，很多人啊现在越来越反应过来了，越来越明白了，挖矿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纯坑人的东西啊。面具人我的会员群里面有一个老大姐啊，搞房地产的，听信了周围的这些人给他推荐矿机，买了几千台矿机，投了几千万。结果不还是亏吗？啊，我们都知道，做很多传统生意啊，本多终胜啊。你如果有足够的资本，你做很多生意，你基本是不会亏的。咱们就说句难听话，你把一条街的店面包下来啊，你要么自己干，或者你租出去，你肯定是赚钱的。只要这个地方啊不是太偏，不是太烂，对吧？啊，可是呢，你有几千、几万、几千万。投到矿机这个行业里面，你的结果不还是亏吗？这可是发生在面具人我身边的真真实实的例子啊！这老大姐投了几千万，到最后呢，亏的到最后连一半都没剩下来吧？啊，亏的只剩20%、30%、30%了。我告诉你，她还算是跑得果断的，她还算亏得少的。很多人呢，亏的只剩10%了，卖废铁了，光剩卖垃圾了。听明白了没？啊！开机也不是，不开机也不是啊！你不开机你肯定亏，你开机了你还是亏，你更亏啊！所以说，矿机这一行啊，这些人迟早会把账算明白的。等到这些人都会算账了，骗子们骗不下去了，矿机也就爆雷了。2023年呢，矿机的价格将持续的大幅的下降。现在你们手里面有矿机的各位，你们得想办法赶紧弥补损失了。听明白了没？我刚才说到挖矿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样是所谓的挖矿啊，派币的手机挖矿，真的，派币挖矿挖了3、4年了，这么长的时间一路风雨的走过来，我们派友忍受了很多无端的指责和辱骂，说我们是传销狗、神经病、大爷大妈、疯子、傻货，是吧？啊，好，真的。这几年过来了，你们看看挖派币的派友，再看看币圈的这些挖矿的人、买矿机挖矿的人，别人笑话我们派友是小丑，动不动就说我们是大爷大妈。我靠了，面具人，我还真想给你们说啊，年轻人玩派币的也不少呢。来，年轻的派友们可以留言打个1，给咱做个证嘛。各位，你们现在看看，3年下来了，派友们还是派友，手机挖矿还是手机挖矿。我们手机挖矿互相推荐，我们也没有伤人，也没有害人，反而币圈呢，这些什么推荐你去买矿机挖矿的，推荐你去抄底的，推荐你去搞合约的，他们是什么下场？对吧？哪一个没亏钱？就这，你亏了钱的人还动不动瞧不起我们派友没亏钱的人啊？搞笑不搞笑？这就跟那个啥一样啊！大陆的这些人没人权、没言论自由，还一天嘲笑着要解放台湾呢。说台湾人民水深火热着，他自己一天到晚锁在家门里面出不来啊。然后现在一放开了以后，医疗挤兑啊，然后全家人都阳了，阳了以后呢，自己死去活来的难受，还要担心着解放台湾呢以为台湾人过得不好，台湾人水深火热，这就是这么无厘头傻，对不对？你炒币挖矿的这些人亏了这么多钱，还反过来嘲笑我们没亏钱的派友。我告诉你，币圈的这些人啊，尤其是那些什么自诩为
啊，我是财经专家，我是财经大咖的，我懂金融的，动不动瞧不起我们派友。哎，这些人是个啥档次嘛？要么给交易所当舔狗，要么呢就是互相骗啊，骗韭菜，想尽办法的忽悠别人做合约割韭菜，用他的推荐码，或者是骗他们重金买矿机。哎，就这些人格低劣的人，还要瞧不起我们派友，说我们是脑残大爷大妈传销狗。说白了，我挖派币，我就算不赚钱，我也不亏钱，而且我不赚钱，我也不去害别人，我宁可不赚那害人的钱啊！我是脑残，我是传销狗。那你们这些害人的、骗人钱的、忽悠人家买矿机的、忽悠人家做合约的，你们这些人是啥玩意儿啊？是不是狗都不如？来，各位派友们，你们仔细的去看一看啊，这些人是不是狗都不如？说实话啊，他们连狗屎都不如啊！一天到晚的在网上装个逼，自己是大神、专家、专业人士，然后呢就会欺软怕硬嘛，啊，欺负我们这些自己玩一玩、挖挖矿的派友们，说我们是传销狗大爷大妈，对吧？然后呢，他自己做的啥事儿，坑蒙拐骗，骗完了以后呢，在我们这些欺负弱者跟前啊，欺负我们，在我们跟前装专家、装教授、装大神。然后呢，一见到交易所老板了，一见到赵长鹏了，哎呀哥，我给你跪下，带我赚钱吧，我给你拉客户，我给你推荐二维码，我给你带人来买合约，买你的项目，就是这种嘴脸啊。鹏哥，让我舔一下你的局吧，真的，我可以给你舔得很舒服。听明白了没？至少我们派友啊，做事情不伤人不害人，我们还有人格。你看这些人啊，真的是龌龊的不能再龌龊了。好，我今天列举了一下派币挖矿、手机挖矿和买矿机挖矿其最终的结果，你们可以看到了，是相距甚远的。而且所谓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什么专业圈呀、金融圈呀，里面有多么的肮脏，这些人有多么的卑劣，和咱们最起码你看很多的这个派币群里面、派友群里面聊天还是很和谐的，而且不会动不动的去嘲讽别人、瞧不起别人，而且也不会动不动的欺软怕硬，看到大老板以后腿就发软，想给人家舔一下局，是不是啊？我诚然啊，很多派友们喜欢吹牛逼，但是个人都会吹牛逼，哪个人没吹过牛逼嘛？是不是啊？你吹牛逼归吹牛逼，你不要害人就行。但是你看币圈的这些人，欺软怕硬、唯利是图，见到大老板以后就腿软，想舔一下，然后呢，骗别人挖矿，买几万、几十万的矿机，啊，或者是开几万、几十万的合约，啊，你不知道交易所给你做的那合约的数据是假的，啊，你有这个服务员后台，你有经理的后台，你想做啥数据就能做啥数据。对不对？我们最起码啊，我不骗你钱，对不对？看，你还瞧不起我们，结果呢？咱们拿结果说话嘛。结果是啥？结果这些挖矿的、炒币的、开合约的人，一个一个证明了自己是脑残，然后我们这些所谓的大爷大妈，我们毫发无损。虽然说没赚钱啊，但是也没亏钱。可能有些人在这里面还赚到钱了，比如说参加一些官方的小任务、小活动之类的，甚至说很多人通过派币、派友的这个圈子里面赚到了很多的人脉资源，整合了很多对自己有利的商业人脉、人事关系。面具人，我这个话可没有乱说吧，没有胡说吧，是不是？所以总结一下啊。经过了炒币呀、开合约呀，见识了这些所谓的币圈博主、大神、舔局的专家、财经高手啊，大家应该返璞归真了。在2023年的投资方向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一，看项目方。你们要看项目方，不是说看他融资了、借贷了多少钱。我告诉你，这个项目方他借贷了、融资了多少钱，借的钱越多，他割你就割得越狠。为啥？因为他要还钱，要补窟窿呀，对不对？看项目方看的是什么？看他是否是那种挖空心思想要赚你钱的那种项目方，还是说，
哎，他至少要像尼古拉斯博士一样，还有格局，全世界的举办慈善会议，还给我们提供了派币这个圈子，让我们结识很多派友，对吧？而且又不收钱，扩张了我们的人脉。而且呢，说实话，现在我已经把挖派币当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了。就算不赚钱，每天点一点，无聊的时候还能锻炼手指，对吧？锻炼脑子，看看新闻，看看消息，看看广告，又能咋嘛？是不是？人家又没骗韭菜的钱啊，人是正儿八经的做生态、做应用，这种项目方啊，才是有格局的，可以信赖，有信赖的可能性。你不要说天天那种随便弄几个 PPT， 弄几个图片，然后呢就给你发币了，给你买盘了给你说什么要上全球市场了，牛逼谁都会吹。好，第二点呢，就是要看自己。我们以后搞网络赚钱、网络投资这个投资金额不能太大，而且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高额回报的陷阱。其实一个公司能有15%到20%的年度盈利增长，它就算非常牛逼的了，可以排到世界顶尖了大部分的公司一年能有个8%、9%的年度盈利，就算很不错了。那各位，你觉得这个公司凭啥能给你让你一个月、一年能赚120%的年化？这个收益是从哪儿来的能想明白这道理不？好，总结一下，2023年是新的开始，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眼光来审视网络投资市场了，否则呢，你的下场不是被骗就是亏钱。好，如果大家喜欢面具人我每日的币圈打假经验，就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我们下期接着聊。